一张张白纸自李长寿袖口飞出，飘到了7人面前，将各自想学的功课写下来。身着相同款式长衫的7个人连忙拿出笔墨，仔细写了几个字。李长寿又将这些纸张摄回，端在手中轻吟道：诗词、文章、仙术、数算、兵法。李长寿话语一顿，看着这歪歪扭扭的2个字，笑道：有明为何要学习兵法呀？华有明站起身来，对着李长寿抱了抱拳，面容带着少许得意，朗声道：学生回家想了一夜，以明自己所缺为何。拳脚功夫、道法仙术，我家都有人教我，但兵法之道，府上能人却不多。先生是贤者大才，定是无所不知，我定要把握这些。你可知，就你府上那些与凡人相差不多的修士所传仙法，与我之仙法相差多大？华有明一愣，小声问：相差很大吗？李长寿仰头大笑，华有明有点尴尬的挠挠头。他邻坐了夏凝霜，低骂一声：呆子，先生昨日说过，我们提的功课先生会一同传授，你还后悔个什么？华有明瞪了眼夏凝霜，后者目光一扫，这位少将军又重新的缩了缩脖子。那咱们就暂定这5门功课，今天下午先来说文章与仙术。要记住，我不会传你们增加寿元之术，这会扰乱生老病死之命数，我只会传你们一点简单的困敌手法，比如这般操绳术。李长寿手指轻弹，华有明的腰带突然就化作了一条绳索，将这家伙五花大绑。而华有明脚下一晃，来不及控制平衡，轻呼一声就朝着夏凝霜砸去。夏凝霜不过是弱女子，此时哪里闪躲得开啊？就听得哎呀2声，矮桌咣当作响。夏凝霜闭目轻呼，再睁眼时刚好看到了华有明那张有点呆的面庞，而后四目相对，不自觉便听到了动动的心跳声。木屋顿时安静了下来，前面两两成双的少男少女扭头看去，各自带着几分关切。角落中某位凑数的少年默默低头，感觉自己被大贤选中未尝是一件好事。摇椅中，李长寿眯眼笑着，怡然自得。虽然2位大佬的力竭身此时只是情窦初开，但感情可以确立了再慢慢培养嘛。稳妥起见，多留一点共同的回忆也是好的。此时那夏凝霜已经是回过神来，脸蛋一红，瞪着华有明：你还不起来？华有明身上捆着的绳索瞬间解开，他强自镇定，连忙跳起，又攥着拳头干咳了一声：抱歉撞到你了，别生气。哼！夏凝霜冷哼一声，再次坐好，整理了一下发饰，故作无事发生。就听华有明在旁边小声嘀咕：也挺好看的呀。啊，别误会，我是说你鼻孔里那2根毛发。整个主屋再次安静了下去。原本正含笑的李长寿此刻也是眼前一黑，差点就把这句指导人给自扬了。华有明！一声怒斥，夏凝霜抓起一杆毛笔就冲了上去，华有明起身就跑，2个人在竹屋之中一阵追逐打闹。那2对或是已有婚约，或是注定姻缘的少男少女含笑看着，李长寿也并未阻止，想起了那年青春年少的光影。角落中，某个连打闹都似乎与他无关的凑数者默默地趴在了桌子上。都是命啊！不，咱们不能信命，我杨天佑今后一定要逆袭。成为厨子还是食材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白泽保持着本体，坐在那儿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
扭头瞧了眼水潭旁闭目打坐的水神之化身，再看看水潭投影出的画面，略微有些出神。水神的生活当真是让兽羡慕的充实，又要操心天庭之事，又要想办法算计西方和妖族，还要替在外面历练的小师妹担心，偶尔更要接个圣人差事，外出打打域外天魔，顺便与三教高手聊天吹牛，谈谈姻缘。最近这半年，水神更是担负起了教导玉帝和王母立洁身的任务。虽然每次提起这事，水神都会摆着手说：“哎，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怎么能算是玉帝陛下的老师？”但我总觉得，水神能花费近1/3的精力在此事上，必然是挺开心的。而像我白泽呀，过气瑞兽，退休妖帅，现如今除去了偶尔帮水神审核计划，就只能想想如何追求极致的美味了。养老的生活安逸且枯燥。白泽又定时瞧了眼水潭中的情形，下意识的就收回了目光，突然愣了一下。灵娥这次外出方阵，似乎飞得有些远了。水神，水神！李长寿在湖边的指道人睁开双眼，目中金光闪烁，又立刻隐退。趁着今日书院不用开课，李长寿刚刚在悟道修行，不用白泽多言，李长寿立刻看向水潭中的画面。白泽头顶长羽再次闪烁光亮，水潭中的画面更为清晰了。李长寿安排在灵娥附近的指道人军团立刻施展遁法跟了上去。此刻的灵娥正在赶往万寿山的云路上，他换了一身得体的打扮，长裙薄衫绣云鞋，青丝挽作翘云鬓，巧目顾盼，秀眉依依，虽然是隐藏了容貌，却依然不减灵秀之感。他怎么突然就想过去试一试了？李长寿自言自语，当下一心多用，继续盯着灵娥的行迹。白泽笑道：兴许是想明白了，继续拖下去也不过是浪费时间，早点去碰一碰运气，无论成败都可早日回到自己师兄身边嘛。李长寿嘴角一撇，看他这段时日在防阵之中每日玩耍，也是颇为开心嘛。那不一样啊，对灵娥而言，没有师兄的快乐是不完整的。李长寿瞪脸某大厨，白泽顿时把头埋进了蹄子中，一阵的嘿嘿轻笑。略微想了想，李长寿本体离了小琼峰，直接无视本门护山大阵，施展土遁朝着犀牛贺州而去。此前未主动归还，圣人老爷也没有收回去的塔爷和乾坤尺，伴着本体再次出山。说实话，把塔爷留在身边是真的顶啊。灵宝不需修行，塔爷最大的爱好就是被神兵利器击打，第二个爱好就是跟人聊天打屁。这半年塔爷跟乾坤尺聊天无聊了，经常催李长寿去三仙岛见金斗妹妹，或者是去圣母宫拜见圣母娘娘，问候一下红绣球妹妹。长此以往，让李长寿都有点头晕脑胀。这就是使用防御类极品灵宝的代价吗？太清老师的清净无为大道当真是厉害，能够忍受这么多灵宝的精神污染。好像太清老师会直接把这个灵宝给封起来，要用的时候再解封啊。李长寿心底一叹，乾坤尺闪烁出微微光亮，他前行的遁速顿时更快了一些。另外一边，灵娥驾云已经飞到了万寿山附近，他在高空停了一阵儿，略作思索，将那枚玉符拿在手中。玉符中的字迹还是那一行历练任务提示，但是灵娥要做的就是将玉符当面交给镇元大仙。想了想，灵娥左手探入袖中，拿出了一提仙果。这总不能空着手去拜访远古大能镇元大仙吧。灵娥驾云向前，缓缓飞到了万寿山前100里。这山不齐不高，宛若一片平原中探出的小鼓包。
若是准确一点形容，说是万寿坡更加恰当。一缕微风迎面吹来，林河只觉得寸步难进，被此地乾坤温柔地拒绝。他自是毫无意外，想来万寿山蹭一点机缘的炼器士受到的待遇都是这般。朝着山头看去，郁郁葱葱的山峦间能够看到道观的一角飞檐。此地并无仙光，也无祥瑞，更无庆云这般高级点缀。林河能见到山林中灵兽嬉戏，水塘旁仙鹤啄翅，山林之上百鸟回旋。仔细感应，天地间的道在此地似乎都隐了起来，前方只是一片凡人住处。怎么感觉跟小琼峰一个味儿？灵娥轻轻吸了一口气，瞧了眼深色的侧杆石，自知有不少仙石正锁定在他的身上，不由想着师兄应当就在看着他的表现。对着前方做了一个道揖，灵娥用清脆的嗓音喊道：晚辈人教道成弟子，今日前来是为拜见地仙之祖前辈，替我人教高人送一封书信。前方静悄悄的，并无半点回应。灵娥秀眉轻皱，又如此喊了2遍。正此时，侧旁有人声传来，却是一名有些微胖的道人自下方梅林飞到空中，笑道：别费心了，道友，这里有大阵，声音是传不进去的。再说了，声音就是传进去了，你又如何能拜见的？这微胖道人哆嗦了一下，看着灵娥面前缓缓汇聚的一缕缕流光，这些仙光凝成了一扇门户，门户内竟然别有乾坤。一缕平和浑厚连绵悠远的道韵飘出，伴着苍老的嗓音：贵客登门，快快请进。灵娥眨眨眼，手中的玉符微微闪烁光亮，其内的一行字迹缓缓消退，化作了一封简短的书信。灵娥匆匆看了眼书信的内容，发现还真是某人教高人所写，落款竟然是玄都小法师。李长寿的一缕传声钻入灵娥耳中，说的是：此次只是拜访，不要问这位大仙太多问题，就说是得了人教高人指点，前来问询地仙修行之道。灵娥精神一振，顿时自信满满，飞入眼前结界中。万寿山附近景色没有半点变化，显然是存在极为高明的乾坤大阵，宛若再辟了一方乾坤。然而李长寿本以为灵娥能在武庄观中最少待1-2个时辰，但是灵娥不过是片刻就飘然而出，驾云朝东飞去。此时灵娥故意将有镇元大仙道韵的玉符拿在手中，那些关注他之人自然知道他只是替高人送信，且得了镇元大仙的回信，这无形之中为自己提升了不少根脚，让自身处境不至于陷入危险。其实灵娥也是太稳了，能进武庄观的仙子，此地谁敢招惹呀？尤其是那镇元大仙说了4个字：贵客登门。无惊无险地离开万寿山范围，灵娥突然施展风遁，迅速赶到自己此前落脚的防阵。他刚从西门进，立刻就从东门出，离开防阵时就已经换了容貌，化作了一名天仙境老妪，朝着南赡部洲而去，要从南州绕行回东胜神州。在反侦查这一块也是拿捏得死死的，当然想要绕晕自家师兄还是欠了一点点火候。灵娥显然是早就制定好了完整的回家路径，此时完成了任务，妙目之中直冒绿光，过俗世经大泽，越过大洲边界，直扑渡仙门山门。为了不暴露踪迹，灵娥保持了12分的警惕，每过数万里就更换一次妆容。他自然知道这些都是师兄的考核内容，故全力以赴，丝毫不敢怠慢。几日后，渡仙门山门前，
灵娥压制着自己激动的小手，驾着白云恢复原本容貌，哼着小调朝着山门而去。到得了山门，灵娥拿出掌门令牌以及2只装满了丹药和药草的宝囊，满是笑意地孝敬给看门的几位老前辈，言说这是自己外出历练所得。一阵哎呦，使不得使不得，这如何能行啊？之后灵娥就驾云朝着平静的小琼峰缓缓飞去，留下了几位老道百般夸赞。李长寿本体自是早一步赶回了门内，顺便将众指道人放归山门各个方向。很惭愧，只是一点点常备护卫力量。驾云过山野，芳心恨迟迟。当灵娥保持淡定过了几重大阵，看到了在湖边柳树下站着的熟悉身影，再也按捺不住。他欢呼一声，朝着李长寿疾飞，口中大喊：师兄，我活着回来啦！原本板着脸的李长寿当真是败给了这一句呼喊，笑着点了点头，并未拒绝灵娥张开的小手。他恰似乳燕归巢，就这般撞到了师兄怀中。李长寿略微有些犹豫，背负在身后的双手自然垂落。想抬未抬之际，灵娥却突然回神，俏脸瞬间红透，立刻向着后方跳开，满腔欢喜化作了一声李长寿平静地理了理衣领。此次历练收获如何？灵娥此时的表现已经是证明了历练效果如何。她将自己的羞涩压了下去，脸蛋虽红却无云气，对着李长寿欠身行礼，轻声道：多谢师兄安排的历练，师妹这次收获良多。